人真的能颠覆你的三观。见过穷游的特种兵穷游的，但你绝对没见过零成本跨国白嫖游。最近网上火出圈的印度游客来华操作，直接把全网看傻了。正常人旅游，机票、现金、酒店、返程票一样都不能少，这是最基础的出行常识。但现在不少来华的印度朋友直接开辟了全新旅游赛道，兜里1分钱没有，没有酒店预订，没有返程机票，主打一个空手套白狼。最离谱的是，人家不是临时占便宜，而是提前做足了功课，直接把中国人善良、愿意帮忙写进了自己的旅游攻略。这步操作真的让人又无语又好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前段时间，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，说香港海关碰到几名印度男子入境，问他们来干嘛、去哪儿，几个人统一回答去深圳旅游，听起来完全没问题，标准游客话术。结果海关按规矩让他们出示返程机票和随身现金时，气氛瞬间尴尬到抠脚。几个人大大方方摊开双手，干干净净，兜里比脸还空，1分现金都拿不出来。别说经费，连回国的机票都没准备，主打一个裸奔式出行。海关工作人员都懵了，忍不住追问：没钱没票，你拿什么旅游？结果这几个人的回答直接让全场工作人员集体停手。他们一脸真诚、理直气壮地说：不用我自己带钱啊，我听说深圳人特别好，我去了有人管饭，还会给我钱花。说实话，小编当时听完直接愣住了，这哪是旅游啊，这分明是把中国当成公益救助站了。海关也不废话，不扯皮，不教育，直接盖章遣返，客客气气送他们登机原路返回。这个段子保不保真，小编不好说，但最近大批印度游客、商旅人士涌入广州、深圳、上海是真的，而且操作也相当印度。很多印度人拖着行李箱，背着背包，看着是正经出国，结果到了酒店压根不办理入住，一群人扎堆堵在酒店大堂，沙发占满，地上坐满，躺着睡觉、吹空调、摸鱼摆烂。好好的酒店大堂，硬生生被改成了免费集体宿舍。根据酒店从业者吐槽，有些酒店一晚上能涌入70多个印度人扎堆蹭住，乌泱泱一大片，严重影响正常客人入住。没办法，很多酒店只能连夜加开夜班保安，专门维持秩序，平白多了一笔运营开支。很多网友第一眼看到只会吐槽素质差、爱占便宜、蹭空调，但深层次的真相远比大家想的更现实。这不是简单的素质问题，是印度气候人口外溢的缩影，是生存压力逼出来的人口流动。最近印度的生存环境真的恶劣到难以想象，今年印度多地极端高温肆虐，不少地区气温突破50度，地表温度更是飙升至70度，根本不适合长期居住。高温又直接引发严重水荒。数据显示，印度超6亿民众深陷缺水困境，各大城市全部限时供水，部分社区一天只供几小时水。现在印度街头最常见的画面就是老百姓凌晨爬起来排队接水，水车一来，上百人一拥而上抢水。温度爆表，但水稀缺，生活成本暴涨，普通人在本土根本活不下去，只能想方设法往外跑。而对比欧美严苛的入境门槛、高额消费，中国距离近，交通方便，入境政策友好，自然而然成了很多印度人的首选退路。尤其是广州，作为全国顶级外贸集散地，常年聚集各国商客，更是成了印度人进入东亚的中转大本营。这些手头拮据的人，为了省钱，干脆舍弃酒店住宿，扎堆大堂蹭空调、蹭休息，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奇葩场面。当然也得客观说一句，这群人里也有正经商人、普通游客和务工人员，不全是气候难民，不能随便给整个群体贴标签。但这种反常的扎堆现象，实实在在暴露了印度当下的环境危机和民生压力。也正是因为长期出现的蹭福利、纠纷乱象，国内民间悄悄火了一套4不原则：不租房、不聘用、不接待、不深交。没有官方规定，没有强制要求，完全是国内房东、个体户、普通老百姓踩了无数坑、吃了无数亏之后总结出来的自保法则。很多房东分享过血泪经历，部分外籍租客入住后拖欠房租水电是常态，还肆意砸毁家电、墙面，退房之后房子惨不忍睹。最憋屈的是，这类涉外纠纷维权特别难，流程繁琐，取证麻烦，维权成本极高，绝大多数房东最后只能自认倒霉，白白亏钱。
而吃的亏多了，大家自然就学聪明了，干脆直接规避风险。小编想说，这真的不是排外，不是偏见，是普通人最朴素的自我保护。看似冷漠的4条规矩，背后全是实打实的血泪教训。看完前面的离谱操作，你是不是已经无语了？别急，还有更离谱的。最近印度全网炸锅，无数网友集体公开质问自家总理莫迪：我们印度军力这么强，明明2周就能拿下中国，为什么迟迟不向中国宣战？更搞笑的是，这帮网友还认认真真做了一套作战时间表，规划的还有模有样。第1天拿下拉萨，第3天冲到成都，1周濒临武汉，2周直接攻占北京。说实话，国内网友看完只当段子乐呵，结果这套离谱言论在印度全网爆火，万人追捧，无人质疑。10几亿人的大国，全民沉浸在盲目自大的幻境里，属实是离谱。很多人好奇，为啥印度人能自信到这种地步？答案很简单，几十年持续的全民愚民操作，外加密不透风的信息封锁，直接把所有人困在了虚假的假象里。印度官方和媒体长期统一口径，只吹自己的优势，疯狂贬低其他国家，全方位篡改美化事实。普通民众看不到真实的外界信息，完全分不清现实和谣言。哪怕自己国家半数人缺水缺电、高温煎熬、民生拉垮，他们依旧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生活吊打中国，军事实力全球顶尖。这种认知偏差真的是常年信息茧房养出来的后遗症。最打脸的经典案例就是早前的印巴空战。战前印度全网造势，吹自己是南亚霸主，扬言轻松碾压巴基斯坦，洗刷过往耻辱。结果实战直接翻车再翻车，巴基斯坦全程零损失，反手击落多架印度主力战机，就连印度重金引进当成宝贝的阵风战机也被拿捏，多款防空系统报废，多名飞行员被俘，阵亡，妥妥的惨败收场。输赢本是兵家常事，输了改进就好。结果印度的操作堪称教科书式洗脑，全网删帖。封禁网友，销毁真实战报，彻底捂住了所有人的眼睛。反手又开始大肆宣传，把这场彻头彻尾的败仗吹成了1947年以来最伟大的军事胜利，甚至直接全国放假庆祝，满街张贴宣传标语，疯狂洗脑普通民众。靠着这波虚假胜利，印度顺势涨军费、买军备，收割全民信心。军事造假只是冰山一角，全方位的虚假宣传才是他们盲目膨胀的根源。印度媒体从来不告诉民众真实的军备短板，前线少将视察边境，只能坐服役超50年的老古董直升机。这款机型累计坠毁近200架，安全性堪忧，却依旧被吹成战力标杆。所有装备老化、故障率高、后期拉垮的问题全部闭口不谈。边境实力差距更是天差地别，却被彻底颠倒黑白。中国高原地区早已实现铁路、公路全覆盖，立体交通网四通八达，重装部队随时机动，物资补给全天候畅通。反观印度边境，常年没有全年通车的硬化公路，一到冬天大雪封山，前线几万士兵断粮缺衣，只能靠人力艰难运转物资，根本没有实战能力。但印度民众听到的永远是中国后勤薄弱、印军随便碾压的虚假话术。经济和工业领域的双标更是离谱，媒体刻意隐瞒真实数据，从不告诉民众中国 GDP 总量是印度的5倍，工业产值是印度的10倍以上，手握全球唯一全产业链。他们只会吹自己的软件，服务业发达，闭口不提本国高端军备100%依赖进口，没有自主生产能力，根本打不起持久战。就连巴基斯坦的中国外贸装备都能轻松吊打印度主力机型，双方战机完全不在一个层级。几十年的信息闭环，养出了全民迷之自信，才有了2周占领中国的荒诞言论。曾经有一位深信本国宣传的印度学者，一直笃定印度很快就能赶超中国，直到他亲自来华实地考察，走遍国内核心城市、产业基地、基建现场，终于看清了真实差距。回国采访时，他全程面色沉重，直言中印早已不在一个维度，中国的发展高度是印度拼尽全力也触达不到的，所谓的中印竞争根本不成立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这位敢于说出真话的学者回国后被全网嘲讽质疑，而那些身处高温缺水、生活困苦的普通民众反倒天天叫嚣宣战。小编真的觉得唏嘘，这就是印度最无奈的现状：真话没人信，假象人人追。全民被困在自我编织的强国梦里，看不清真实的世界，也认不清自己的真实实力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